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，赶快来跟陈老师打招呼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，这一题有朋友写信来，也是我觉得是现在蛮多人都有共同有的疑问啦哦。我们在拜拜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有人是点1炷香，那也有人是一次点3炷香。那现在也有一些庙根本就已经都不再点香了，用手拜拜，也就是这样子的现象。那请问老师，可以帮我们解说1炷香跟3炷香的差别，好吗？老师，我也想问一下，那他刚刚讲说1炷香或3炷香，那还有那种香是比较长的，还有这种短的，还有我到佛寺还是卧香是供卧香，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吗？其实这个问题是宗教上的问题，对啊。但像基督教跟天主教、回教，他们都没有烧香啊。对，那没有烧香，难道他们的祷告就没效吗？不会。所以应该讲说，我们撇开不拿香的宗教，我们用民间信仰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香的科仪，它的礼数是什么？是所谓的1炷香，如果在礼数上叫做那个1炷钦天，就是一心向神。那3炷的话叫礼敬3界。所以1炷跟3炷，它叫做一心顶礼，就是1炷香的那种功效。那3炷就是礼敬3朝3界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民间信仰里面，他们这样区分。是，但是也有烧2炷香的。2炷香的观众朋友，年轻的观众朋友，这一个可能要稍微注意听一下。人倒下去死了，大体还没有焚化之前，那叫做怕追层打水床，不像现在有殡仪馆可以放冰柜。对，那以前乡下地方没有殡仪馆，他们是人刚倒下去就移到客厅。对，所以在乡下地方，如果你躺在椅子上在打瞌睡，你如果脚朝外面，长辈过来一定打下去。你又不是要抬出去了，脚不可以朝客厅外面。所以移厅的时候，老人家是头在内，脚在外，你就要准备移出去了。所以那个闽南话叫做怕追层。那由房间移出来叫做搬厅，然后用木板。以前没有那么快就找到木板，就把门板拆一个下来，给他先躺在上面。所以人讲拆门帮，椅啊开咧，先把搬厅搬出来外口。所以那就是以前的这一个习俗。是。那这个时候在点香，大体还没有出殡、没有火化之前，点2炷香。2炷香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人刚走，魂魄渺渺茫茫，对，不知道我自己离开阳间了，所以怕他会慌。所以我是亲朋好友，我去拜拜，1炷香就是拜我的好友，1炷香就是代表我自己陪伴在你身边。所以这个2炷香是在对打水床大体还没有出殡的人，我们去点香的时候点2炷香。可是现在又有很多葬仪社，他到家里来给你设灵堂，他又给你设一个阿弥陀佛、三宝佛的位置，对，然后在底下再给你设一个牌位，对，那刚好有2个炉，所以朱家点2炷香给我们拜完，朱家会以为1炷要插菩萨，1炷插我们的先人，实际上你们家的菩萨是你们自己拜就可以，我们来点香的只有拜这一个先人。所以这2炷香，朱家应该是接手就插在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前面，还是我们的父母的前面，而不是一直插佛，一直插在我们的那个牌位前面。所以2炷香是在对过往的人。那1炷跟3炷，一心朝礼跟礼敬3朝，这都有人说辞。那某些庆典也有点5炷的，也有点7炷的，也有点9炷的，也有点12炷的。对，这都因为你在进行的科仪不一样。但是庙里面我们讲人争1口气，佛争1炷香，对不对？有听过这样吗？有。
所以你都开设大庙了，香炉都已经设了，对，我都巴不得他的信众多多益善的来，代表香火旺盛。所以以前有在烧香的那些大庙，知名的大庙，台北就有很多间。对，从它开始慢慢的灭香、减香，到最后变没香了。对，我也比较好奇的会去走动，看一下，到底它的灵气有没有失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人气还是有失。是，所以我们讲说佛真一炷香。那如果问我老师没点香，难道就没效吗？心诚则灵，是都不一定要点香。如果要点香，神明才接受得到。那请问，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们本身没点香，回教也没点香啊，他们都是虔诚的礼拜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的哭墙有拿香去哭吗？去哭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头顶着那个墙，在那边一直把他的念力投射到墙里面去，由墙来做一个整片的那个发射。所以点香它不是重点，而是因为我们生在这一个国土，而且我们的教派是这样，我们把点香当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科仪。所以你刚刚问的短短的跟长长的，就我们所谓的1尺3的、1尺6的，所以1尺6的叫做长寿香，意思就是说可以烧比较久。1尺3的叫做普通香，平常我们点香拜拜的。所以就说，祖先就点1尺3，神明点1尺6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明1尺6，希望他留久一点。那祖先1尺3，因为他本人就住在家里，所以点香拜拜就是我们对他的礼敬，但是行之以礼，但是香的长短就有留久一点的意思。那卧香，你看卧香就很多教派，像密教的卧香的也多。日本的日人宗，他们本身也都是卧香，所以香的形态本身都不在形态的立跟卧，而在它的那个火点，香的那个火点，它就是一个热能就是一个发射波。是。我们怕我们自己的念力不足，必须借由他物来给我们做一个发射的点。要不然我在祷告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发射我的那个念力出去。对。可是他们练习惯的人，连3餐在祷告，他们马上就集中精神，这个手一握，他们就在祷告。他到底是由手这边发射，还是由他的这个灵台，还是由他的顶门发射？对，那就因为个人的修持不一样，所以一样的神父，我们看电影那个大法师，对，神父也有斗不过那个恶魔的，所以就知道说，这个点香它本身是有它的礼仪，但它并不是重点。所以虽然没有点香，你就要诚心的礼拜，所谓心诚则灵，对，心香一半，心香一半就是我们双手的合掌，而不是握得很紧哦。心香一半，这叫西米掌，西米掌放在胸口，就是由心透过我们的5个手指头，就像5根香在我们这一边发射到5方。让5方的神佛能够接收我们的那个念力，所以只要心诚则灵，没拿香都没关系。尤其现在住在一些大厦里面，对，有些还不允许你烧香，对，所以那你怎么拜拜？所以有客人问我，老师那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，你早晚出门回家，你就双手合十，对我们的祖先、对神明顶礼。是，那一到大年大节，也大不了一个人3炷香而已嘛，所以应该也不会造成很多的困扰。是，对，老师你这讲的很好，就因为我们拜拜拜了那么久嘛，我都是非常的这个谨实的，非常的虔诚，就这样。结果你今天跟我说原来要这样子，那我前面拜了会不会都不算？前面如果心不诚就不算，心诚都算。OK， 所以是要这样子哦。对，老师，不过刚刚在我们边讨论的过程当中，你说，这个。香不是最重要的典故，那但是有香会不会影响这个来的人的人潮？确实如同你说的有差。例如说台北这个很知名的大庙，我当然是不会讲出来是哪一间哦。但是之前我是很认真去啊，特别是做业务的时候，很喜欢去那一间庙。哇，香火鼎盛，你就看得出来它那个鼎盛，香烟袅袅一直绕。但是开始说停用这个香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至少5-6年没有再去过了。你看，连我这个这么信的人都
不再去了。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差？哦，当然，因为现在政府也不断的在鼓励说这个不拿香了，哈，那我们当然也是随着法令来遵从了，哦，但是还是非常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中间点香与不点香的典故，还有包含1炷跟3炷的差别。非常谢谢您的时间，谢谢你再次告诉我们。老师，那我现在顶礼也要这样子 ，OK， 非常谢谢老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喽。那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